大家好，我是菲力，我是 Josh。这支影片我们要来分享，我们到了距离名古屋最近的 Takasu Mountains 这一区来滑雪。它总共是有6个滑雪场来共同营运的哦。那这个区域呢，相对的是比较冷门的雪场。那你上网查资料的话，资讯是比较少。那这支影片呢，我们就是记录一下我们在这个区域雪场的一些过程跟一些经验，跟大家分享。首先分享交通的部分，可以先上 highwaybus.com 这个网站，我们是预定岐阜高山线的车票，搭车地点是在名铁岐阜6号巴士站，目的地选高速 Hirukano 高原。如果你从名古屋出发，也可以预定名古屋白川乡金泽线哦。是1个月前订票的哦，它开放1个月前订票。这里我们等一下要搭岐阜高山线，然后在这里，在高速高原站下车。抵达时间要抓好哦，记得先查一下雪场接驳车的时间，才能够顺利接上车。我现在到了高速 Hirukano 高原这个站，然后我们现在要去坐雪场接驳车。从下车处慢慢走到全家，看到全家就继续往前走。全家在那边，全家的旁边有一条小岔路，走过去就会看到接驳车的站牌咯。等一下要搭5号线，对，然后可以看到这个站牌上面有写 Takasu Mountains。这边还有一个能够远眺雪山美景的拍照点哦，如果有时间的话，记得去拍一张照。然后排队只有我们2个人，就你看我们现在就包车了。接下来我们就抵达这一趟的第1个滑雪场 YPR 跟旧之月。这一区我们直接住在 YPR 雪场里面，非常的方便。住宿资讯我会放在资讯栏。那首先要分享 YPR 这个滑雪场。前面2天呢，我的朋友们就已经先在当地找教练去练习了一下，他们都是新手啦。我可以啊！这边的教练比较特别的是，你就算预约的是英文教学啊，其实英语程度也没有到很高，所以有一点日语程度的人再来 book 这个教学会比较好。对，对。然后这边的教学基本上也不可能找到会中文的教练，因为它是一个比较没有那么热门的雪场。没错没错，我们跟他们会合之后呢，我们就一起搭缆车上山。那上去的过程呢，我觉得让我们非常吃惊的是，他在缆车入口的公告处竟然贴了一张告示说，建议抱板子上缆车，然后进阶者才是把板子穿在脚上，所以我们非常非常的惊讶。对，然后上去之后呢，果不其然，山顶上其实一路滑下来一堆新手，人蛮多的。对，这可能是因为是中部日本的关系，不像那个北海道，大家都神乎其技，从小练到大这样子。如果在北海道，从来没有看过有人抱板上，甚至是不行吧？我如果印象没有错的话，惊讶。对，所以体验上其实有好有坏啦，看你怎么去解读这件事情。没错。然后接下来呢，我们会合之后的第2天，他们大概中午、下午就要回名古屋去了。那因为我们买的票其实是全山券，从 YPR 通到鸠之月滑雪场，所以我们就利用吃饱饭之后的时间呢，赶快下去先滑一波。对，大概是2点左右出发的。对，因为连续好几天大太阳，其实有点冰面。那我一路上也是稍微跌跌撞撞，摔来摔去，鞋子已经摔在外星牛巴去了。那想说下去把鞋子重新绑一下，结果呢，搭了缆车上去之后，他其实还要再滑一个红线下来，再接回就是 YPR 进鸠之月的闸口，它是4点整关，等于说我们坐了一个长程的缆车上去之后，其实就已经4点01分。对，这时候我差一点点，然后我们这时候就想说怎么办呢？我们就拖板，慢慢的沿着原来的连通道绿线慢慢走上去。
但是晒太阳后会有冰面，冰面的时候又斜的时候，就是会踩不住，踩一步滑三步，踩一步滑三步，整个满身大汗这样子。我们现在在走回 YPR 的路上，希望呢，对，希望上面不要有任何阻挡我们的事情了。爬山啊，太硬了，太硬了。就在我们走到快要到山顶前，终于看到那个远方那个缆车就在眼前的时候，大概差不多还有150公尺的路了。然后就有一个人穿着那个双脚板，这样溜到我们旁边，就问说要回 YPR 吗？哦，看到救星来了，后面就有车来载，应该是他有用对讲机跟那个上面的人做联络。对，干这么蠢的事的人一定很多，所以他们每天都有，他们每天都要来这边巡，然后呢把我们这些白痴载上去。对，这就是我们很无奈，然后爬了满身大汗的一个经验。所以大家记得不要跟我们一样，大家一定要4点以前就要做到可以回到 YPR 跟旧之月的交接口的那一个缆车。4点哦。虽然搞出这样的一个大乌龙，但我们也因此体验到了这整个雪季最美的一次滑行体验。那这个雪场呢，我觉得一个很妙的地方，它的平日跟假日的人潮落差非常大，应该有1比100没有问题。对。然后因为我们是住在这边2个晚上，第一晚的话是遇到假日的晚上，一堆小朋友跟团体，然后在房间内跟外跑，然后当天雪场也是非常非常多人，然后隔天早上起来，哇，那个停车场的车子安静，然后停车场从满车到空。所以这个区域的话，就是假日的确会非常非常多人。对，所以如果你假日到的话，要租雪具跟买雪票，记得都要提早，不然你越后面的话会人非常非常多。然后再补充一下 ，YPR 的住宿要用电话预订，它并没有网路哦，所以大家如果想要来住的话，记得找个当地会日文的人，想办法订到它。这样，这次也是小小亏了一下。他们其实有10周年的饭店的活动，就他住宿，他可以换到隔天接近4折的雪票。它是贴在那个它的柜台的正后方有一个海报，然后是用手写的。对。然后其实我们是住到第2天才标过去，才发现，这不就是优惠？对，网页没有写哦，对，网页完全找不到。所以其实住宿的地方也可以常常在它周围看看有没有什么优惠资讯，或者是问问看柜台。我们要出发去下一个雪场喽。接下来我们就从 YPR 搭车回到第1天的巴士站牌，再转搭黄线前往 Dynaland 和高就滑雪场这一区。这一次我们也特别在这一区安排了住宿，方便每天往返滑雪场。我们刚刚从 YPR 坐接驳车到这个 Holiday Hotel Green Garden， 它11点就让我们 check in 哦，还蛮意外，好早。那我们本来的房间呢是比较小间的，我们是住4个晚上，然后另外有含了3天的雪票。刚才在柜台的时候遇到可能是老板，对，他就问一下我们要不要，就是房间可以再换大一点的。我们刚开始说不要了，然后后来实际上来之后，他带我们参观一下房间，就发现我们房间真的蛮小的，看隔壁附近这一间哦，大很多，大概是2倍大。刚才的房间大概只有这个房间的一半，还多了沙发，然后多了这一区很大区的区域，这间很棒哎，对，真的不错，很干净明亮。我们看一下哦，就是哇，有大的衣柜，里面有保险箱，应该是我猜是厕所，哦，这个只有厕所而已。OK， 好，浴室，然后干湿分离，对。哇，有浴缸哎！
我们升等其实非常便宜哦，因为刚好遇到老板啊，他就跟我们说，就是如果我们可以不要那么频繁的打扫，全部的价格一个人只要多3000日元，大概650块台币左右。当然升啊！除此之外，我们还有在另外点了一些餐点，就是我们想说早餐在这边吃好了，然后晚餐也尝试看看，加了2天的早餐跟1天的晚餐。那晚餐的话，价格比较贵，是6050块日元一个人。对，到时候再来尝试看看它有这个价格吗？这个价值值不值得这个价格？本来预定的价格，然后加上后来房间升等，然后加了2天的早餐跟1天的晚餐，所以我们 total 这4天的价格就是24800台币左右。所以平日来的价格真的是很不错，对，人很少，对，然后又有机会可以就是房间升等。因为我之前上网订的时候发现房间价差蛮大的，我们4晚的价差可以高达24000日元，5000块台币。所以就是非常的 lucky。就算今天没有拿到这个优惠，我还是很推荐这一间，因为真的，一进来就是非常干净又漂亮。我们一进来大厅，他们在用扫地机器人把它的地毯清得很干净，所以这边是有非常认真在照顾的一间住宿，对，觉得很好。所以我们才特别录这一段，不然本来是完全不想录房间的。对，进来之后被美到觉得要录一下，这间很推荐哦 ，Holiday Hotel Green Garden。嗨，现在的时间呢，是我们体验完Dynalane跟高就联合雪场之后，我们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2个雪场的一些感受。我们第一天呢，先搭车到Dynalane，我们是买全3券，所以从中间的连通道直接先玩高就那边。对，那高就那边的雪道呢，大部分都是红线，很长的红线。那只有到山下是绿线，接到他们的餐厅，餐厅还蛮大的这样。第一天的天气啊，主要是多云时晴，对，所以能见度整个都还不错，然后风景也非常漂亮。没错，山顶上面的咖啡厅拍照起来还蛮美。对，但是它很特别的是供餐，但是不附饮水，你必须要点饮料。对，我们在那边吃了午餐，但是就是赶快冲下山喝水。之后就回到Dynalane。那Dynalane的雪道呢，就是每一种类型的都比较短，比较长的林间道的绿线，然后会马上再接红线，都是短的，就会变另外一种路了。它的雪道就相对的比较错综复杂，对，所以我们后来就比较少滑Dynalane这一区。最左下角还有一区很大的 park 区，那因为我们不会玩 park， 我们只是稍微完全避开，对，完全避开。我们只在缆车上面有看到有些人跳起来蛮厉害的。第2天呢，我们就遇到了大风雪。对，其实我们在到的时候就知道这边会大风雪，对，但是它大到人始料未及。的大，对，它大到就是雪一直下，从晚上一直下到我们白天滑雪，对，然后整个雪道积了满满的松雪，这是我超级怕的一个雪况。它能见度因为太差了，所以看不到下面到底是长什么样子，所以有的时候下面有埋一些前一天的硬雪，硬的部分，硬雪已经有点凹凸不平了，有点难判断。然后我想说松雪可以练动作，练一下那个黑线跟红线的 S turn，我就误判上面非常的松，然后结果我在偷塞的时候，就是下面很硬，直接脚就直接撞上去，所以我其实脚有点小扭到，脚没放松啦，其实就是放松就可以解决，反正就是我们技巧并不好，对，还要再练习啦。没错。然后第3天呢是天气稍微好一点，对，还是有持续下雪，不过雪已经开始变小了，对，然后偶尔会透出一点蓝天，然后稍微放晴一下下，对，但是还是有区块大家比较少滑到的地方，那个积雪还是非常厚，就想不到我在那练的那个红线呢，我又滑到整个卡在松雪里面。
我爬得非常非常辛苦，那个手这样一插下去，哦，就到这了，对，到肩膀了。我自己也是，就是我卡了一个很深的区块，然后我要站起来之后，完全站不起来，撑都撑不起来，真的是到我的肩膀的位置。我后来是整个大字形，呈现大字形，用那个，然后用翻滚的方式，用滑的方式下去。对，所以我也是在里面，哇，好痛苦。对，所以我们昨天做了一天超级累，超级重量的健身运动，现在全身酸痛到不行。对，所以要评价雪道的话，我会给高就那一半比较高分。对，而且高就的话，的确人潮比较少一点点，对不对？我觉得是因为它比较大，比较分散。Dyna Lane呢，就不知道为什么人潮比较多，就比较拥挤在某些区块。对，技巧又比较好的话，的确可以冲冲看Dyna Lane，因为中间有一段松雪，它如果冲起来的话，一定很爽。但是我就是不行。然后接下来呢，聊一下那个休息区跟食物。高就那边的餐厅真的很厉害，好好吃哦，它的那个意大利面、冰淇淋也好吃，然后整个环境很大、很宽广、很舒服，然后采光又比较好。对。我们有一天的晚餐呢是在Dyna Lane那边吃，相形之下，高就那边的饮食会胜利。对，大胜，大胜，没错。接下来是交通的部分，这边的接驳车还蛮特殊的哦。它的官网上面呢没有说要做登记或者是预约这件事情，对，都完全没有。我们在第一天准备回程的时候，就有发现时刻表上有5点10分一样的2个班次啊，然后一个是直达车，然后一个是全程每一站都会停的那种车，我们就很纳闷。结果呢，就在车下就开始点名，然后派2台车来。直达车是需要预约，对，它有一个路线图嘛，中间我有停很多住宿，对，其实你可以跟你住宿的地方去做预约，所以我们第2天、第3天就去跟他说我是谁这样，然后我要去哪个饭店，对，他就会留位置给你，他会知道你上下车的状况。对，补充说明一下，这个接驳车是免费的，对，它是免费的，只是预约呢是在网站上面查不到的，是要跟住宿的柜台去预约。对。但是你要随叫随上也是可以，他还是会现场安排位置给你上，只是就会要瞧啦。第一天特殊的是我们还被换车，就是我们真的没有 booking， 中间还就是看哪一边有空，就我们还要搬我们的板子下去换成另外一台。对，然后他们的车都是小巴，所以有点麻烦。那因为从我们住宿的地方搭车过去会有2班，一班是直通Dyna Lane，再下一班就会直通高就。2班车的发车时间只差10分钟。对，但是呢，高就其实相对比较近，离住宿区比较近，好像12分钟就到了。对，Dyna Lane比较特殊，它会经过一个比较老的一些住宿的区域，路就会变小。变窄，绕进民宅的感觉。那段路好像就是前车如果开比较慢的话，整体就会变慢一点。对，以我们的感受，我们第2天大雪的时候回程，就是因为前车开得非常慢，对，到饭店的时间大概还慢了10多分钟。没错，所以建议呢，如果有买全3券的话，可以在高就直接做交通的接驳了。对，比较容易到达，回程的搭车时间可以再慢20分钟，可以让一点点。对。今年我们是租了这个板，一样是送到饭店。我们要特别谢谢台中的小夫妻，他们看了我们的影片之后，觉得非常的心动，很想要滑雪，又很热心的帮我们查了在岐阜县我们要怎么样达成这种寄送方式的租借雪板。好，我们就来开箱吧。那这个网站呢，全部是日文的。我们租的过程当中，其实遇到蛮多问题，对不对？那是什么？好，这个是要寄回去的回邮就对了。鞋子。之前都是直接给好 size 啊，他帮你配，但是这次很特别，是他连版型、板子的样貌都会让你挑，就觉得应该说门槛有点高啦。对，就是板子的选择性非常的多，对，然后长度的也有一些长度都要选，一般你有给身高。那个店就会配板长给你。那我还好，我们这次小夫妻的先生呢，日文非常好，帮我们研究非常多的细节。这样租借的费用啊，它也蛮有趣的，就是整个雪季，不管你租几天，都是一模一样的钱。因为其实它主要的客群是日本当地的人，你只要一租借之后，马上就寄给你，所以并没有让你选择寄送的时间。像我们在北海道的话，都会有几月几日要寄到饭店这样。所以这次呢，我们是特别把这个事情要写在备注栏给他。它的雪带啊，就是手提的方式，对，它不能背。鞋子啊，对，鞋子刚刚忘了讲，鞋子是可以选择 BOA 的。
BOA 穿脱比较简单，比较快速啦。宅急便啊，对，宅急便回寄包裹的包装的方式、包材都放在上面，全日文没错，但是我们要努力翻译一下。对，我觉得可能会请柜台帮忙啦。对，到时候不行的话，对，这是我选的颜色，然后这边有我是选155公分的，对，对，大概就是在我的下巴的位置。板子的状况其实看起来都不差耶。没错哇，，它有打蜡哎。服务真不错哦。对，而且不会很贵，好像大概4000多块一个人。我们租6天。 6天跟一个雪季是一模一样的价钱哦。对，所以滑越多天其实越划算嘛。这家板子它叫 APA Ski， 它跟那个 APA 饭店是同一个一模一样的。对 APA。那我们会把相关的资讯放在资讯栏给大家参考。对，最后来示范一下怎么打包我们的滑雪板。完成之后，我们就麻烦饭店的老板帮我们请黑猫来收件。以上呢就是我们分享了 YPR 跟鸠之越雪场，还有 Dyna Lane 以及高就滑雪场对这4个雪场的分享。这个区域啊，真的非常的特别，它不像我们之前去二世谷、留寿都、北海道这种大型的雪场这么的热门。像我们这次遇到会讲中文的人啊，真的蛮少台湾人超少的。对，没错，对，所以这地方有很多要注意的小事情啦，这些资讯就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咯。那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记得按赞、订阅、加分享哦。那我们下次再见，拜拜。